Hello， 大家好！最近特别火的中式恐怖游戏《乌合之众》的 demo， 你们玩了没有？我是看了散人的视频之后，整个2个多小时的时长，我发现中间有很多有意思的玄学知识点的补充。那这个游戏里面其实有4个点，我特别想说一下。第一呢，是它整个这个故事的设定是以弥陀这个佛像吃人事件展开的，主人公秦小南和这个森正学之间展开的一些博弈。那在大火这个事件之后呢，其实是有4个人算是重生了啊，本来已经死掉了，但后来重生了这样一个设定。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那其实神和仙其实完全不一样，大家讲的神仙其实是2回事儿。那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就重生了，所以就成仙了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那在神这个概念里，神其实在天上是有神职的，比如我们说的玉皇大帝呀、王母娘娘啊，包括地下的阎王爷、土地爷，其实它都是一个有官职在身的啊，叫神职嘛，天上给你安排的任务。那么仙其实就不一样，仙这个字呢是一个单人旁一个山，那其实就是人进入山中修仙，所以它最大的区别是有没有修炼的这一个环节。所以整个故事剧情里，我在想呢，他们浴火重生之后也不算是成神，也不算是成仙，它其实还是在人的这个体系里面活着嘛，那也符合了整个这个游戏的名字乌合之众。神为天命所封，仙是因缘所化。第2点呢，就是职业病法了。在看整个这个游戏的时候，它一个剧情设定就是森正学让他们去签这个合同的时候，3个人要签下他们的名字，并且签下他们的生辰八字。那违约的代价就是30年的阳寿。那我就把他们3个人的生辰八字给截下来了，看一下他们的命运到底怎么样。那很可惜，这个秦小南呀，这是必死无疑。为什么呀？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给了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田真跟张甜甜为什么要给出假的八字？而且森正学，既然你需要这个八字，你不看一眼吗？那我怎么发现他们2个这个是不对的啊？我们先说这个八字是怎么由来的，它其实是根据10个天干跟12个地支相配而得。10个天干分别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12个地支分别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也就是我们的12生肖。那1个天干搭配1个地支，这样轮换下来，打头的是甲子年，结束的是癸亥年。这一轮所有搭完一共是60年，所以我们也叫60一甲子。那每一个搭配其实都是有它的规律跟规则在的。剧情设定是在2009年，在开篇的时候，不管是墙上的日历还是咱们杂志上面，已经很明确的说出来了。那田真给到的八字是己巳、壬申、丁酉、庚戌，那它是属蛇的。己巳年是哪一年？是1989年。那田真在剧情中的设定就是20岁。可是有一个问题，己巳年是有壬申月的，壬申月是农历的7月初6到8月初7的这个区间里面，但是在这个区间里并没有出现丁酉日。那在这个区间里有什么？有癸酉日，所以它的这个日期是有问题的。那么如果它的日期有问题，那它后面的时柱的2个就会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个田真这个确定无疑是假的。那张甜甜的这个呢就更搞笑了，甚至都有点扯。他给出来的八字是壬午年癸酉月戊辰日甲子时。壬午年是哪年呀？是2002年。如果是2002年出生，他这个剧情发生在2009年，他才几岁啊？所以这个就很扯。那么如果再往前倒一个壬午年是哪一年呀？就是用2002年再往上60年，那就是1942年呀。那这个张甜甜这是什么设定吗？这是冯宝宝的设定吗？就是走长生不老的路线。所以从这个剧情里来说，这个张甜甜跟这个田真呀，很有可能跟这个森正学啊，就是他们可能是一伙的。那我们讲这个做局嘛就这个秦小南傻了吧唧的，然后给了自己的这个生辰八字。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八字是完全符合八字的体系，然后同时也可以起出来紫微的盘的啊。那他给出的是辛未年己亥月戊戌日和
丙辰时。那我倒了一下啊，这是哪一天啊？这个的农历是1991年的10月19日辰时出生的。那他的公历就是1991年11月24号的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纪晓岚的剧情设定就是18岁，他在18岁的时候遇到了这个新政学，遇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那我打开他的这个紫微盘看了一眼首先这个大哥做什么事儿还挺容易半途而废的，但是外面展现的非常好，而且有很多人帮助他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但是自己呢，对于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也是比较迷茫的，而且呢，他还是一个挺重视钱财的人。确实跟这个设定里面说把这个烟拿回去给爸爸抽，然后包括生存环境也不是那么优也是有关系的。他还是挺爱财的，但是最后爱财，因为爱财也会人财两空。那整个的这个盘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主角光环就是其实还是有一些人会去愿意帮助他的。那我觉得后面可能还会再会出现一些剧情，就是去帮助他整体来说，这个盘到最后呢很有可能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个是通过剧情设定里面给到的这个八字跟大家就是娱乐一下，闲聊一下我觉得挺好玩的。好，那第3点我们讲一下那个所谓的生死番是什么我们北京话叫生死番就是带儿化音。那这个番呢，其实是做白事的时候就是举起来的那2个白色的，然后又像布条似的那样的生死番。那其实在道教科仪里面，因为如果想去给一些亡人去世的亲属呀，包括一些不小心就是这个流产的婴灵去做这些就我们讲说超度类的仪式，应该是在下午进行。那下午在进行跟阴事儿、跟白事儿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科仪的时候，就会举起这个幡儿那其实在道观里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参加这方面的仪式，其实是能看到的，我们叫举白幡儿那其实它也是一个生死的界定、生死的结界的这样一个概念。那再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点如果有喜欢养小宠物的朋友们，尤其是猫咪的这个品类，那如果小猫的尾巴尖尖的这个毛是白色的话，那我们其实是不太建议大家养这种小猫的这个叫举白幡，就是这个猫咪它的尾巴如果立起来的情况下，就像你家里每天看到一个立起来的这个生死幡的这种概念在，那它的这个尾巴的这个挑选和情况就有可能给你带来一些不太好的影响和一些心理暗示。最后想说一下关于剧情里面香毡的部分为什么这个是吉的香，那个是凶的香？那其实香毡就是你在香炉里边点上3根一边长的香，根据它燃烧的状态来进行占卜。那这也是呢术士必修的课程里面山医命相卜里面的卜的这一个门类。那有一本书呢叫香谱，它呢比较详尽的介绍了就是整个香毡的过程，以及你对照它那个图示，知道哪一种情况等于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像卦辞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其实有72香谱，神传24种香谱，各种各样的，包括咱们本地大陆和中国香港其实都有完全不同的香毡的体系在。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也是一种占卜的方法。香起3炷问生死，烟绕1圈定乾坤。最近看到中国的游戏界真的是蓬勃发展，而且呢就是跟传统文化相关的包括中式恐怖悬疑类然后这些跟玄学文化相关的游戏越来越多，我呢也是非常喜欢，所以呢这方面的视频呢我也很愿意去分享一下，大家一起聊一聊看看这个剧情里有没有什么一些暗线的东西。那包括马上快要上映的由杨洋跟金晨主演的《凡人修仙传》，那我相信里面应该也有更多好玩的知识跟一些门道。那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我，点赞、评论、转发，然后呢我会给大家多出这系列的视频了。那今天视频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